早上7点，当你还在打着哈欠，盯着手机屏幕时 ，checkpoint 上的数字可能就已经冷冷地刺激你的眼睛。105到155分钟，想象一下2个半小时的漫长等待，就为了越过乌兰关卡，然后再看一眼和你相反的方向，只需要30分钟。出境的通道仿佛一马平川，而你只能沉默地待在这堵无形的围墙里。是不是忍不住焦躁了？是不是开始疑惑，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但你可能没想到，今天的这场大塞车其实是在保护你。更大的震动早在今天凌晨发生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中东，就是德黑兰，一座刚刚沉浸在滚滚硝烟的城市。我们先从头讲起，这种情况你又经历了多少次呢？这一次乌兰堵车或许不只是个惯常现象，而是全球局势正在涌动的一个微妙信号。这一切还要从48小时前说起，伊朗突然局势失控，美以联手展开所谓的狮吼行动，精准轰炸了德黑兰的数个战略目标，整个城市充满了警报声和爆炸声。而在波斯湾的另一端，阿联酋也紧急关闭领空。此时你可能会疑惑，这一切离我们这么远，怎么就影响到新加坡了？其实这正是当今世界运转最奇妙的地方，一个小的震动能够迅速成为全球的余震。开弓之箭会精准射向供应链、金融系统、能源价格，乃至我们乌兰关卡的小小通道。换句话说，新加坡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雷达，能够快速探测到每一次外部危机的波动。就像这次德黑兰的巨响，中东的乱局带来的全球海陆空的连锁反应，新加坡不会坐视不管，它的敏感神经让它从不慵懒，一旦发现潜在风险，就会迅速做出调整，例如全面升级检查。时间回到今天清晨早上7点32分，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伊卡发布了一份流量升级通知，无声拉开紧急安检查的序幕。你可能还在吃早饭，但安全检查已经涵盖了每一辆入境车辆，每一个访客的护照，甚至包括集装箱背后的隐藏数据。为什么现在乌兰关卡过关越来越慢？为什么一场普通的通勤会变成将近2个半小时的路程考验？如果告诉你这些归宿背后埋藏的是确保整个国家安全的努力，你会不会对这份等待多一份理解？在乌兰关卡的后方运行着一整套难以想象的安全防护机制，数百个摄像头全天候运转，精密的 AI 系统无死角扫描每一辆车每一寸空间，从护照信息的准确性核对到车内每一个箱子甚至隐藏点的排查，全都是以最严苛的标准执行。而一旦检测系统碰到敏感目标，经验丰富的伊卡官员会立即介入，亲自手动检查。这不是为了拖慢速度，而是为了堵住每一个潜在的安全漏洞。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新加坡守护国门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但新加坡的守护网络绝不只局限于乌兰，在樟宜机场里，每一件行李都要经过逐层扫描，确保看不到问题的货物依然无懈可击。港口里吊机运作虽显得慢吞吞，却极为精确，保证每一个集装箱在离开或进入之前都被严格检查，绝不允许遗漏哪怕一个异常的细节。在马六甲海峡的洋面上，海防巡逻艇穿梭在夜幕之下，默默巡视，守护这个至关重要的水陆枢纽。无论是陆空还是海洋，都保持着最高等级的同步警戒。这还不是全部，整个新加坡庞大的安全监控网覆盖了全境，共有近160万个监控设备，不仅仅协助公共安全，也为国家钢铁般的防御机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数据支持。飞机、大货轮、小型集装箱、卡车以及行人间的频繁往来，都在这个网络中被精心记录和分析。它无时无刻不在运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这套全面且精密的多维度安全系统已成为新加坡面对世界风险时最坚固的一道屏障。也许我们不一定看得见它的每一处细节，但正是这些隐形的努力，守护了我们整座城市的安宁。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节奏越来越快，变数也越来越多。很多人不禁抱怨，为什么现在的生活感觉越来越慢了？为什么过个关卡要排这么久？但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这种慢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无人察觉却至关重要的安定感？中东的德黑兰在烟尘中挣扎，乌克兰仍面临着战争对生活的摧残。2026年，这仿佛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我们处在了历史的大裂谷上，从关闭领空到导弹齐飞，这样的世界危险常常只是离家一个航班的距离。但当你身处新加坡的时候，
慢慢排队竟成为了一种奢侈。你会知道，这些简单的日子，正因为有国家作为屏障保护了它。再想想那些战争频发或冲突升级的地区，听一声爆炸会引起街巷上的奔跑和尖叫，等一场停电意味着几天都不会有人来恢复供给。相比之下，在新加坡让人抱怨甚至焦急的慢节奏，竟成了这个时代里最稀缺的奢侈品。新加坡这个全球地图上的小红点，从来不妄想着在世界动荡时袖手旁观。它不仅能守护自己，还在努力为他人提供安全感。在这个21世纪的新时代，灾难场景越来越难以预测，无论是地域冲突、能源危机，还是突如其来的战争阴影，各国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而新加坡牢牢抓住了它在东南亚枢纽中的国际定位，尽一切可能为地区乃至全球稳定贡献力量。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仅今年前10个月，新加坡就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多达11批次的人道物资，包括食品、水资源和医疗设备。这些援助物资的总价值超过了2500万新币。同时，在推动国际和平的道路上，新加坡还为联合国的和平协调委员会贡献了高达1000万新币的专项技术基金。这笔资金旨在支持维和部队的运作与国际冲突调解工作，成为多个国际危机中的关键助力。这个小国把自己的安全过滤系统做到固若金汤，也把守护世界当成一种责任感。看似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新加坡一直在做的现实，也是它在全球化时代中走出的独特道路。好了，画面回到乌兰关卡，数据在逐渐更新，车辆慢慢移动，红灯变成了绿灯，你终于通过了，便可以看到桥对岸的新加坡，灯火通明，井然有序。当暴风雨席卷全球时，你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能够稳步走在雨中，不是因为风暴离我们远，而是因为有人为我们撑起了伞。最后，欢迎来到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新加坡小红点，却充满了智慧和韧性。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把视频分享给更多朋友。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觉得新加坡的海陆空全方位守护是否得当？我是阿明，我们下期再见。